汽车音响功放加起来有4000瓦，结果用库仑计来实测呢，只有300多瓦的耗电。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关于升级汽车音响以后功耗的问题，有2种担心。第一种呢是担心装了大功率 DSP 功放以后，会不会特别的耗电，影响电车的续航。另外一个极端呢是把供电的问题神化了，说改音响电是最重要的，电弄不好呢，音响就弄不好。但是电到底有多重要？对音响有哪些影响？影响有多大呢？要搞清楚这些答案，首先我们得从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开始。如果一套汽车音响4000瓦的功率，真实的功率到底是多少？我先直接说答案吧。不管是汽车音响、家用音响，还是扩声用的专业舞台音响，在日常典型情况下，用最大音量播放的时候，根据播放内容的不同，实际功耗大概是整套音响额定功率的5%到20%之间。一个经验值的算法呢，是额定功率的1/8，可以作为真实功率的参考。比方说前面说的那个例子，全车4000瓦功率的音响，它开很大的音量厅，实测呢大概300多瓦，也就是7%到8%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是它的库仑计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是哪里设置错了，而是音响的真实功率大小呢，它是动态的，而不是某一个固定的值。要理解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我们讲开车的油耗。比方说一台2.0排量的车，它跑高速呢，它的油耗就会低一些。如果在市区走走停停，那油耗呢自然就会很高。汽车发动机的油耗高低和它的工作状态是动态相关的。那音响系统呢也是一样，输出功率的大小除了和音量的大小有关以外，它还取决于在播放什么内容。那即使在相同的音量下面，你播放不同的音乐，输出功率也会完全不同。如果我们简单的理解的话，有一些歌它就是比较省电，有些歌呢它就更费电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样的音乐它费电，输出功率高，到底高了多少呢？在这里呢，我们要引入一个概念，叫做峰值因数。什么是峰值因数？我们来看这一张图。这张图的横轴表示一首歌的时间，从左边开始到右边结束。纵轴呢表示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功率的大小，你也可以理解为声音的大小。因为音乐的音量呢，它并不是从头到尾一成不变的，它有前奏、有主歌、有副歌、有高潮、有重复等等。音乐的节奏的律动呢，它是动态的。那这个曲线呢，就表现了这个动态的过程，它是有高有低的。中间的这一条虚线是整首歌的平均响度。平均响度就是说，把这首歌里安静的部分和高潮的部分这些声音高低拉平了以后，算出来它整体的响度感是一个平均值。那峰值因数呢，简单的理解就是在这一段音乐里面最猛的那一瞬间和平均响度这条虚线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小，说明这个音乐一直很响，越耗电；差距越大呢，说明它的音乐动态很大，反而平均下来呢不太耗电。所以音乐的峰值因数，它决定了这个音响的工作状态，也决定了音响的输出功率。那不同类型的音乐呢，就有完全不同的峰值因素。我们可以大致把音乐分成4大类，它们的峰值因素呢差异巨大，耗电量呢也是天差地别。首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现代的高压缩的流行音乐，比如说 DJ 啊、电音的 EDM 啊、口水流行歌啊等等。这种歌它为了让你在手机上也能听得很清楚，在做后期的时候呢，压缩的非常狠。整个听感就是一个字，响。那我们看它的波形几乎是平的。如果用那一套4000瓦的系统来放这种歌，你的库仑计呢可能真的就会飙到1000多瓦去了。这种歌呢非常耗电。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经典的流行乐与摇滚，比如说传统的老鹰乐队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还有一些港台歌曲等等。
这些歌的录音是行业的标准参考，有动态，有层次。这个时候呢，它的峰值功率大概是平均功率的10到20倍，也就是音响行业定下1/8功率标准的主要依据。1/8的功率标准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讲。第三类呢，就是发烧友经常听的发烧人声与爵士乐一些现场录音的歌。这种录音呢，它追求真实感，很少用压缩器。Poets often use many words to say a simple thing. It takes thought and time and rhyme to make a poem sing. With music and words I've been playing. For you I have written a song, to be sure tha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它虽然听起来很通透，但是其实平均的功率很小。可能库仑计呢，它只显示几十瓦，但是哪怕只有一声鼓响，瞬间的功率呢都会冲得很高。那第四种类型是极端的动态型。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古典交响与电影原声带之类的这种大动态的歌，这是动态最大的类型。小音量弱奏的时候呢，你得屏住呼吸，竖起耳朵来听；高潮的时候，大炮轰鸣，排山倒海。那放这种歌，4000瓦的系统平均功耗可能只有40瓦，库仑计呢它几乎就不会动了。但是为了还原那一瞬间的定音鼓，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需要输出4000瓦，才能够真实的还原音乐的动态效果。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功放储备不够，要么呢细节微弱的时候你听不到，没有声音，要么大动态的时候呢直接就薛波失真，糊成一团，甚至把喇叭烧掉。大家这个时候应该看出来了，动态越大的音乐平均功率呢反而越小，但是对瞬间爆发力的要求呢越高。所以有人说古典交响音乐这类音乐类型呢对器材是最大的挑战，这样说呢不是没有道理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音响的耗电量它是一个动态的值，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这样一套忽大忽小的音响系统，我们到底应该给它准备多大的供电能力才算够呢？比如说还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一台有4000瓦的音响，如果真的按4000瓦的功率来计算，岂不是要准备300多安培的供电系统？当然不是，因为这样做呢既不现实，车上很难做到，也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我们在做这种系统的时候，供电能力应该怎么计算呢？有没有一个通用的计算方法呢？这就引出了在专业音响领域的一个工程上的经验标准，1/8功率标准。1/8的计算标准呢，是指在计算功放的散热和供电的时候，我们不会用功放的额定 RMS 功率，比如说前面说的4000瓦，而是按照额定功率的1/8，比如说4000除以8等于500瓦，来作为系统的真实平均功率来供电。有人这个时候可能会问了，你4000瓦的功放做500瓦的供电设计，会不会供电不足啊？完全不会。核心的原因有2个，我们今天呢先只讨论第一个原因。我们在测量功放的功率的时候用的是正弦波信号，它和实际播放音乐时候的音乐信号功率完全是2件不同的事情。那调音的时候呢，我们用正弦波信号做电频匹配，这可以把功放的最大输出能力准确的测量出来，同时呢确保不失真。但是电频匹配用的正弦波信号，它的动态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峰值音数呢只有3个 dB， 完全不能代表音乐播放时候的真实使用场景。而音乐信号它的峰值因数往往在10个 dB 以上，所以如果你直接拿功放的额定 RMS 功率去算供电，结果一定是比实际情况高估了好几倍，既不准确也浪费成本。于是我们音响行业呢采取了更加贴近真实的负载的经验值，额定功率的1/8作为供电跟散热的计算基准。那么1/8这个经验值它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来自于音响行业长期的工程实践。
那最早的时候 IEC 的国际标准它规定用 6dB 的峰值音数粉红噪声信号来模拟音乐信号作为负载，用来测量音响的功率。6dB 的峰均比意味着峰值是平均功率的4倍，这个已经算非常小，动态被压缩的非常厉害的音乐了。用 6dB 的峰值音数的粉噪呢，不太能够反映真实音乐的情况。真实的音乐，比如说我们的流行、摇滚、爵士，通常呢也只有9到12个 dB 的峰值音数，9dB 换算过来就是接近8倍的峰均比。所以最后大家就约定俗成，音响播放音乐信号的时候，持续的输出功率，我们就按照峰值输出功率的1/8来计算。因此，不管是 QSC 啊、Crown 啊、雅马哈呀、PowerSoft 这些等等这些专业的功放厂家，都在技术手册里直接的使用这个参数1/8的粉噪功率作为散热、电流和现场配电的计算依据。在大型场馆的音响仿真设计软件，比如说 EASE， 也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估算整套系统的平均功率负载。另外呢，我们在音频工程手册以及音响系统设计和优化这些教科书级的专业书籍里边呢，也都强调了节目信号的峰值因素对系统设计的影响。他们的核心思想与1/8功率的准则呢，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1/8功率标准并不是一个随便想出来的数值，而是整个行业在真实的工程实践当中形成的共识。当系统在播放大动态音乐的时候，平均功率大约可以按照最大输出功率的1/8来进行估算。回到我们的汽车音响，那一套4000瓦的系统，安全供电到底要多少？如果按照额定功率的1/8来计算，4000瓦的1/8就是500瓦，500瓦除以12伏，持续电流大概就是40多安培吧。理论上来说，40多安培的电流，一根6号线完全就够用了。但是在汽车音响实战当中，这么大的功率，没有人会这么干。如果是我，这种情况下我会用更粗的电源线，比如说4号线甚至0号线。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有时候我还会去加电容啊、加电瓶啊等等这些手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前面说的1/8供电功率这个算法计算错了呢？并不是这样子的。在汽车音响领域和舞台专业音响领域，功率的算法是完全一样的，都是1/8，但是会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两者的供电方式的差异。在这里呢，大家要区分2个概念，把电供得上和供得好。40多安培原车发电机完全供得上，的确根本不需要升级发电机和电瓶。但是为了音质，我们必须要对抗汽车音响上独有的压降。我们知道，线越细，电阻越大，在大动态爆发的那一瞬间，如果电阻太大，电压就会瞬间被拉低，供电电压的下降，功放的工作状态就发生变化了，声音就变软了，变糊了。所以我们用更粗的电源线加电容、加电瓶，不是为了供电的安全，而是为了降低整个音响系统电源的内阻，确保在峰值信号来的时候，电压能够保持稳定。这关乎的是音质，而不仅仅是安全。所以在这一点上，汽车音响和扩声领域的专业舞台音响是完全不同的。在汽车音响的环境下，直接是12伏供电，当功率大的时候，整个供电系统的压降问题会比舞台扩声的系统呢要严重得多。而舞台音响的环境下呢，他们根本不考虑压降的问题，只要容量够，220伏的交流电怼上去直接用就完事儿了。关于汽车音响供电更多的具体的细节，我在前面的另外2条视频里面讲得很透了。即使你以前可能看过，我相信结合今天的内容再回去看，应该会有新的收获。小结一下，4000瓦的音响系统日常平均的功耗呢，也就最多300-500瓦，完全是正常的。原车的供电系统呢，肯定带得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处理压降的问题。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留下来了，比方说同样是2000瓦的一套系统，有的人呢装到自己车上，第一响大灯就跟着闪，感觉是供电不足，还得加电容啊、换电瓶啊，折腾半天。可是有的人呢装一模一样的配置，啥都不用改，电压却稳稳当当的，工作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同样的器材，有的车电压就很稳，有的车呢压降就很大，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车的问题，还是它的人品有问题呢？那结合今天和前面视频的内容，你也可以帮忙诊断一下，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下期视频我们来揭晓答案。